去年的 Xbox 做了一件让整個行業都震驚的事情，他們偷偷漲價，然後還不到1個月就認慫降價了。這不是普通的價格調整，而是一次徹底的戰略潰敗。天外世界2這款遊戲先是定價80美元，結果玩家也不傻，預購銷量直接崩盤，而且還收穫了罵聲一片。微軟一下子就慌了，趕緊把價格又降回到70美元。但這還不是最尷尬的，最尷尬的是官方為了挽回形象，在社交媒體上假裝成遊戲裡的地球理事會組織，發了一個公告，用遊戲世界觀的口吻來解釋降價，說什麼收到了玩家的求救信號，什麼我們會為所有殖民地而戰，不啦不啦。微軟啊，微軟，一個萬億市值的科技巨頭，竟然被迫用這種尬的不行的方式來給玩家道歉，屬實有點罕見。但是這件事情的背後藏着一個更驚人的真相，那就是游戲行業的定價體系正在崩潰。還記得去年那些遊戲廠商信誓旦旦的說遊戲應該漲價到100美元嗎？還有說什麼 GTA 6會打頭陣去做這件事情的傳言。現在看來啊，這些廠商完全看錯了方向。玩家們不僅不願意接受漲價，他們甚至連60美元的全價游戲都不想買了。最新的数据很殘酷，根据 Game Discover Code 的数据显示，从2023年2月到2025年10月 ，Steam 上最受欢迎的游戏平均價格只降低了2%，但中位價格卻暴跌了20%，從19.5美元暴跌至15.64美元。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大部分玩家正在用腳投票，他們寧願買15美元的獨立遊戲，寧願去買那些畫質落後的低價老遊戲，也不願意再去花70美元去充當3A 大作的首發測試員了。更諷刺的是，那些小团队做出来的低成本游戏，正在一個接一個的證明，好遊戲根本不需要幾億美元的預算。如果這些大廠還固執己見，那麼這些全價的所謂3A 大作只會越來越快的打折出售。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聊一聊 3A 遊戲行業到底是怎麼一步步把玩家逼走的，而他們臃腫的開發模式和分割銷售的商業策略正在讓他們自食惡果。大家好，歡迎來到豆友頻道，我是老九。想象一下，一款只要15美元的遊戲，當它無論是靠宣傳還是口碑進入你的視野的時候，你可能想都不想就直接下单了，因為那也就是2杯咖啡的價格。但同樣的事情幾乎不可能發生在那些全價游戏身上，這背後反映了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玩家对游戲價值的判斷已經跟開發商的定價邏輯完全對不上了。15美元在我看來就是那種反正也不貴，我就試試唄的那種價位。但是到了70美元、80美元這個檔位，對我來說，整個買遊戲的心態就變了。我會去翻評測，去跟其他遊戲做對比，掂量這個錢花的值不值。如果說我看了好幾個評測還不能得出結論，那我甚至願意等幾個月，看看會不會打折先。這不是簡單的價格差異，而是從隨便買着玩玩變成了我得好好想一想這錢該不該花。更要命的是什麼？更要命的是，當我真的狠下心來，花了70美元買了一款3A 大作，拿到手的東西往往根本配不上我的期待。首先，我很有可能買到的就是個半成品。首日補丁現在都成標配了，很多遊戲發售當天就得下載幾十個 G 的更新來修 bug， 而且往往還修不好。更離譜的是，有些遊戲的功能在遊戲發售的時候根本就沒做完，要等幾周甚至幾個月之後才會通過更新再加進來。說白了，我花全價買到的不是成品，而只是搶先體驗版。另外，全價的標準版遊戲，如果我還想體驗額外的內容，那還得再掏錢買 DLC。最諷刺的是什麼呢？最諷刺的是，1年之後，發行商往往會推出包含所有 DLC 的所謂年度版，價格可能也就是當初標準版的定價。這個時候我就會想啊，我是第一時間花了70美元、80美元支持這些遊戲的忠實玩家，怎麼反而變成冤大頭了呢？我買到的不是完整的版本，而且還做了付費的測試員，想要完整體驗還得繼續往裡砸錢，最後花的錢比別人多，體驗卻比別人差。我相信不止我一個人這幾年有這種體驗，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樣的感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真的已經不再追求首發了，他們的策略往往是等半年，等1年，等到遊戏打3折、打5折、打骨折，這個時候你花30美元、花40美元買到的是修復了所有 bug， 經過玩家驗證過確實好玩的完整版遊戲。這不僅僅是廣大玩家的感覺，同樣它也體現在了數據上。根據 Steam 2025年年度 Replay 的數據顯示，在 Steam 用戶的總遊戲時長中，僅有14%的遊戲時間貢獻給了2025年發售的新作。
相比之下，那些發布於2017年以前的老遊戲卻牢牢地佔據了所有用戶遊戲時長的40%之多。這說明什麼？這說明玩家不傻，他們算得清這筆賬。當然，還有些真正用心做遊戲的小团隊，他們做的遊戲可能只賣15到30美元，但質量卻根本不輸大廠。比如說空洞騎士、星露谷物語這些，拿到手就是一個完整的、打磨得很精細的遊戲，沒有什麼 DLC 套路，也沒有微交易那一套，也不會搞什麼豪華版、標準版的區別。開發者把精力都放在了遊戲本身，而不是琢磨怎麼讓你掏更多的錢。這些遊戲能玩上幾十上百個小時，性價比直接秒殺那些動不動就說自己是史詩巨制的3A 大作。這樣對比下來，玩家們慢慢就明白了，昂貴的大制作其實不一定就是好遊戲。一個5個人的小團隊花3年時間用心做出來的獨立遊戲，可能比500人的大團隊用5年時間堆出來的開放世界還要好玩，還要有深度。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是，玩家們對於這些大廠已經沒有什麼信任了。這幾年類似的事情我見太多了，宣傳片看着特別的酷炫，承諾給你一個多麼驚豔的遊戲世界，結果發售之後到處都是 bug。開發者拍着胸脯說會長期支持遊戲，結果沒幾個月就說不更新了。預告片裡展示的內容到了正式版，要麼縮水，要麼乾脆就沒了。經歷多了，玩家們自然而然就不信宣傳，不預購，也不當首發玩家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學會了耐心等待。等什麼？等真實的評價出來，等 bug 修得差不多了，等價格降下來了，這個時候再買才是明智的。這種不着急的心態現在越來越普遍，也在改變整個遊戲市場。當大家都選擇做等等檔，而不是立刻購買的時候，首發銷量肯定就會下滑，首發賣不動，發行商就會更快的打折促銷，這又讓玩家更加的確信沒有必要去買全價遊戲了。就比如說前段時間銷量滑鐵盧的《使命召喚：黑色行動7》，發售剛1個月就半價促銷了。這種情況對於這些遊戲大廠來說就是一個惡性循環，而造成這種局面的恰恰是一次次讓玩家失望的發行商他們自己。所以當我們看到 Steam 上遊戲價格的中位數下降了20%的這個數據的時候，它傳達的信號其實已經很明確了，那就是不是玩家不願意花錢買遊戲，而是不願意再為那些不完整、不老實、不值得的玩意兒買單了。如果說15美元就能買到誠意和完整的遊戲體驗，那憑什麼我還要花80美元去買個充滿套路的半成品3A 呢？說到這裡啊，可能有人會說，現在3A 遊戲的制作成本太高了，不能怪這些遊戲廠商。但其實3A 遊戲的制作成本的瘋狂上漲，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們自己作的。他們把錢花在了一堆無關緊要的地方，然後回過頭來跟我們玩家哭窮，說遊戲太貴做不起。你看看現在一款3A 遊戲要花多少錢？隨便一款旗艦大作的開發預算都是2億美元起步，營銷費用再加1個億都是很普遍的。漫威蜘蛛俠2前後花了3億多美元 ，GTA 6的預算更是直接奔着10億美元去了。這些預算數字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遊戲銷量的增長。一款遊戲在 PS4 時代賣500萬份可能就賺錢了，但是到了 PS5 時代，同樣500萬的銷量可能就意味着虧本。這就是發行商面臨的殘酷現實，成本漲了10倍，但銷量根本就沒漲這麼多。可這種成本爆炸性的增長是怎麼來的呢？說白了就是他們自己瞎折騰，去追求那些根本沒有必要的東西，把樹葉的紋理摳到顯微鏡的級別，請一些对玩法毫無幫助的大牌明星來站台，往遊戲裡硬塞一些沒人關心的支線和小遊戲，再養一個臃腫到離譜的音效團隊，錢就是這樣被燒光的。但是遊戲卻沒有因此成比例的變好。為了這些所謂的次世代畫面，開發團隊從幾十人膨脹到幾百人，開發週期從2-3年拉長到5-6年，甚至7-8年。一個開放世界遊戲可能需要上千個 3D 建模師、動畫師、關卡設計師協同工作，就是為了讓遊戲看起來更加的電影化。人力成本就是這麼上去的。更麻煩的是， 3A 遊戲的開發模式本身就是個笑話。大公司的決策流程複雜到離譜，什麼都要開會討論，什麼都得層層審批，什麼都得做市場調研，結果就是創意被磨平了，風險被規避了，遊戲變得越來越同質化。你會發現現在很多 3A 遊戲玩起來其實都差不多，為什麼？因為這些都是經過驗證的成功模式。上市公司不敢冒險去做不一樣的東西，他們寧願花幾億美元去做一個安全的遊戲，也不願意花幾千萬去嘗試新的玩法。可問題是，玩家們已經玩膩了這一套了。
當所有的3A 遊戲都長一個樣的時候，你憑什麼讓玩家花80美元去買你這款，而不是等打折或者乾脆去玩那些更有創意、更便宜的獨立遊戲呢？這就是大廠陷入的死循環，他們為了降低風險，選擇做安全的遊戲，導致做出來的遊戲缺乏創意，銷量不理想。然後為了彌補虧損，想通過漲價來解決問題，結果漲價又進一步趕走了玩家。他們從來不反思自己的開發模式是不是出了問題，只會把責任推給市場環境，推給玩家期待值太高這種虛頭巴腦的理由。你再看看那些成功的獨立遊戲，他們的開發方式完全不一樣，小團隊沒有那麼多條條框框，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用開無數個會去論證這個設計是否符合市場預期。他們可以花3年時間專注打磨一個核心玩法，可以嘗試冒險一些大廠不敢碰的題材和機制。像去年的 Ball Pit、Megabonk、Schedule One 這些爆火的遊戲，他們全部靠的都是創意和口碑，而不是砸錢堆出來的视觉效果。这种模式的容錯率也更高。即便一款遊戲失敗了，也不會拖垮整個工作室。但是3A 遊戲不行，一款遊戲的失敗可能就意味着工作室的關門，幾百人的失業。這幾年我們見過太多這樣的案例了，可這能怪誰呢？還不是怪他們自己把攤子鋪得太大，把錢花在了不該花的地方。3A 遊戲的商業模式已經走到了死胡同，如果他們繼續沿着這條做更大的遊戲、花更多的錢、賣更貴的價格的老路走下去，最後只會把玩家越推越遠。他們現在還有機會改變，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他們似乎更願意相信玩家總會妥協，漲價是必然趨勢的這些鬼話。那就讓市場繼續教育他們吧，反正最終受傷的不會是玩家，受傷的永遠是那些不願意改變的大廠。Later. 說到底，這場價格戰背後反映的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真理，那就是玩家不傻。我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好遊戲，也知道什麼值得我們花錢。當大廠還在想着怎麼通過漲價、DLC 和各種套路從玩家的口袋裡多掏錢的時候，那些真心做遊戲的開發者，不管他們是不是貼着獨立遊戲的標籤，只要是真心實意的在做遊戲的，都已經用作品證明了好的遊戏不需要幾億美元的預算，也不需要80美元的價格。它需要的只是創意、誠意和對玩家的尊重。Steam 上遊戲價格的中位數下降20%的消息是一個信號，它在告訴整個行業，是時候回歸遊戲的本質了，不是更貴、更大、更炫，而是更好玩、更完整、更值得。至於那些還在做着漲價美夢的大廠，市場最終會撕碎他們所有的借口。Anyways， 歡迎收看地主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對遊戲定價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